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职业，他们叫做网络评论员，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毛。下边呢，乌鸦三语呢就在这个粪坑里边给大家捞几只小五毛上来，给大家看一看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大家看，在今天最新的新闻下边，这些五毛们呢开始为塔利班进行洗白。他们呢拥有普通用户不曾拥有的权限，他们可以对自己的留言呢进行置顶，对其他不同声音的留言呢可以做到让它删除，或者是呢把它的排序降到最尾，那几乎上就不会有人再看得到。大家看前面这些五毛呢，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一遍一遍的去重复它。他们的观点被精心的隐藏在爱国爱党的言语里边，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民众不敢轻易的去反驳他，因为谁要是试图去质疑他们，那么你就是在质疑中国，在质疑中国共产党，你这种行为呢，就是不爱国不爱党，应该要被抓起来才对。于是呢，在这些五毛的开头之下，这样的新闻评论呢，就逐渐的朝一个方向就倾斜了。在下边的大部分的正常用户在写评论，在进行思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不自觉的朝着这些五毛设定好的方向去思考。中国的网友把这种行为称为是带风向。一旦这样的风向成为气候，一旦被带起来之后，那么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观众来说，他们对新闻事件本身是没有任何立场的，对于这些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闻，他们是眩晕状态的。当他们处于这样不确定的状态的时候，打个比方来说呢，就是一群人进到一间全黑的房屋里边，这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抓住一样东西来保证自己的平衡。这时候呢，这些已经成气候的带风向的评论就成为他们的抓手，他们紧紧的扶住，觉得自己很安心。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呢，他们对整件事情的看法就因为这个评论而被改变了。自此以后，他们就会带着这种看法把它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这个呢，就是通过五毛来带风向，从而呢给小粉红洗脑的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呢用一个现代的更有说服力的社会心理学的名词来描述它，那就是中共想要用从众心理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什么叫做从众心理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比较知名的社会心理学的实验。首先呢，咱们就先来看阿西从众实验。这个实验非常简单，大家请看影片上，这段影片呢是拍摄于1956年，来自于美国宾州的一所大学。这个实验里边呢，参加测试的看起来是有6个人，但其实真正被测试者呢只有一个，就是第5号，其他的所有人呢都是串通好的，都是演员。测试的内容呢就是一张卡片上画有4条竖线，左边的那条呢是作为参考，用它来对比右边这3条谁和它的长度是最相似的或者是相等的。那么就请被测试者说出它的 ABC 的序列号。从题目本身来说，它并不存在任何判断上面的障碍，所有可以影响到这个第5号被测试者的呢，只有旁边这些人的态度。实验开始以后，前2轮的测试，大家呢都说出了正确答案，因为它非常简单嘛，它没有疑问。Two, three. 从第3轮开始，这些群众演员们呢就约好了，统一说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这个时候呢，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第5号被测试者，他也跟着这些群众演员说出了这样的显而易见就有问题的这种错误答案。One. They must be right. There are 4 of them and 1 of me. One. 在后边的测试当中，一个新的志愿者加入了这次测试，他的表现和一开始的那个被测试对象呢有明显的不同。他非常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呢勇敢地说出了这个正确答案。One. Two. One. 但是只坚持了2轮以后，从第3轮开始，他没有办法再承受这样的压力，去承受其他的队友投过来这样异样的眼光。最终他也选择了屈服，和旁边的人一样的说出了这个明显是错误的答案。 Two. I know they're wrong, but why should I make waves? Two. 这个实验在后期还做过一些扩展，让被测试者不用和其他的人呢一起说出自己的答案，而是把自己的答案写在一张纸上。这个时候，这个被测试者遵从自己的内心，被其他的这些群众演员用错误答案影响的概率就降低了。
好，通过前面这个实验呢，咱们可以看出3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非常容易受到周围的影响的一种人，他立刻的就向群体给出的这种错误答案屈服了。第二种人呢，他曾经试图去抗拒过，他大声的说出自己那个正确的答案，试图呢把周围的人唤醒，但是他发现没有用，于是呢他自己也屈服了。我们脑子里边所期待的呢是第3种人，就是持续的坚持自己那个正确答案。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并没有在这段实验的影像里边出现，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呢，他并不太多。这个实验呢，它规模非常小，可能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实验就已经结束掉了。所以呢，我们期待的第3种人，他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但是呢，并不表示他不存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我们可以为他下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在下这个结论之前呢，咱们先要做一个限定，就是社会性的动物它必然的要受到自己同伴态度的影响。大家请看这段影像。牛群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咱们有着更丰富语言和更丰富思维的人类来说，那么这样的从众行为只会更加的严重。总结起来说，一个社会个体呢，它除了要确保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以外，它还需要去考虑自己的这种认知并没有辜负别人的期望，甚至呢希望用自己的态度来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和认可。因为大家如果有相同的看法、相同的意见，那么就说明大家并没有分歧，这种状态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但是当你的意见和众人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氛围呢，就给你带来一种危险的感觉。人的本能自然的就是要去寻找安全的地方，去回避危险的状态。所以呢，和大家保持一致的意见，做一个合群的人，这种行为呢，本来就是为自己的内心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的一种行为。所以乌鸦三语觉得呢，归根结底这也是天性使然。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实验结论之后，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下由那些五毛带风向从而来改变人们想法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打个这样的比方，当你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旅行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字你并不认识，你更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你憋了一泡尿，走了1个小时的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厕所，当你满心欢喜的走到入口处，你却发现它并没有使用你最熟悉的男女的图形来标示男厕还是女厕，而是用当地的文字。这下你可犯愁了，你站在厕所门口徘徊犹豫，就在这一时间，你的身边走过来一个男人，他呢毫不犹豫地朝着一个厕所的门走了过去。对于你来说，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是你的救星？他就是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为你指明方向的那盏明灯啊。那么这些带风向的五毛们，他们起到的不正是和这个男人相同的作用吗？前面我们讨论的呢是个体的原因，如果把它放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或许人们的思维之间呢，本来就存在一种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另外一个维度之间的这种能量连接，这种连接导致的直接后果呢，大家请看下边这段影片。搞错了，再来。影片当中展示的它叫做钟摆同步效应，最早是由荷兰的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惠更斯发现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人们发现这种带有钟摆的时钟要比上发条的那种时钟精确度要高非常多。于是呢，惠更斯就把这样的时钟带到了一艘船上。在那个时代，海面的这种大帆船呢，它要飘来荡去，它的稳定性非常的差。那么依靠钟摆来计时的这些时钟，必然的就要受到这样船体摇摆的影响。为了减轻这种影响呢，惠更斯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把时钟再挂在一个可以摆动的一个重物上面，就比如说一个吊起来的沉重的沙袋上。这样一来呢，尽管船体非常颠簸，摇来晃去，但是呢，因为有这个重物，这个沙袋来做缓冲器，那对时钟的影响就降低了。但是也是因为在海上嘛，如果这个时钟坏掉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买来了2个时钟挂在这个重物上，当坏掉一个的时候，那另外一个还能做备份嘛。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惠更斯就发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2个完全不同步的钟摆最终会一致的摆动。到了今天，那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重复这样的试验。它的原理呢非常简单，这些摆动的节拍器，它们所产生的机械呢，在改变这个平台的重心，强的能量影响弱的能量，最后这些弱的能量呢被迫同步。当它们形成更强的能量以后呢，这股能量就能以更加快的速度去同步其他这些弱的能量。所以呢，乌鸦三语呢也给大家开这个脑洞，如果说我们的脑电波在物质世界里边呢，它也是相互有联系的话，那么出现这样趋于同步的现象，那么它本来就是我们的宇宙规律。
好，规律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要打破这样的规律嘛。朋友们想一想，我们人类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那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试图和这样的天性来做一种对抗，和一些显而易见的自然规律来做一种对抗，和大部分的人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来做对抗？每当我们对抗成功了，那么我们就往前迈进了一步，不管说是在科学层面的、社会层面的，还是说在法律层面的。那科学层面的咱们就说飞机吧。什么叫做飞机吧？我说的是飞机。当我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只有比空气轻的物质才能漂浮在空气当中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氢气球，在那个时候的人们，谁会相信一坨100多吨重的铝合金可以在天上飞？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所以就说呢，如果大家坚持大多数人的态度、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肯定就没有飞机可以乘坐了，对吧？好，在社会层面的呢，如果我们坚信皇权天授，如果我们确定的就相信这些皇帝老儿们呢，他真的是上天的儿子，真的是上帝赐予了他们皇冠，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这些皇帝的个人资产，这些皇帝的一句话都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死，那么又怎么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自由生活呢？咱们回到皇帝统治的那个年代，皇权神授这个事情是不是被大家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可？如果说没有第一个起来怀疑他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满世界的帝国嘛。那同样的，在法律层面上，当书籍的出版权还被统治者所控制的时候，无论他们是皇帝还是教主，当权者可以通过控制出版物就能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来给印刷机来发放牌照，就可以来禁止思想的传播。那这些皇家的写手，这些教主的写手们，他们所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来巩固统治的嘛。在460多年前，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那些没有牌照的印刷机所印刷出来的书籍的发行。这里边呢就包括了笛卡尔、伽利略、伏尔泰这些深远的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著作的出版。如果说大家都遵从当时的法律，都去服从教皇的权威，都去自发的认同言论不自由的社会环境，那么我们即便是到了今天，仍然还活在中世纪。正因为是当时地下的这些小印刷厂呢，疯狂的印刷这些禁书，这个呢才为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奠定下了基础嘛。我们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里边呢，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自由的出版自己的想法，让那些试图来控制人民的思想，来握住自己权力的这些统治阶级们呢，全部倒台。大家看，如果没有最初那个违反法令的地下印刷厂，如果那台印刷机的所有者他需要和其他人一样的去和教皇申请一个牌照，从此以后呢就接受教皇对自己的审查和监管，那是不是就没有了伽利略，没有了伏尔泰，也没有笛卡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嘛，仍然还以为是天圆地方，星星月亮太阳呢都是挂在这个圆顶上面的一些装饰，到现在我们还要因为自己说一句话呢就被抓起来关进监狱，甚至呢被杀头。投来，投来，投来！正因为是我们的前辈们，他们已经看出来了限制人们的言论，限制人们的思想，这个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没有丝毫的好处。所以呢，在不知道有多少代人努力之下，我们成功的拥有了现代的法律。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之下，我们呢再也不用担心当我们的意见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打击和报复。所以呢，乌鸦三玉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和自己的天性对抗之后，去质疑并且挑战同类已经形成的一些固有观念之后，最终呢双方妥协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个就可以被看成是人类进步的本源，或者说这就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那只上帝之手。当我们已经理解了那么深刻的一个道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共进行舆论操控，用纳税人的钱养着这些五毛们，反倒来控制纳税人的思想。你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共之外，哪个国家能做出那么邪恶那么不要脸的事情来？如果说这些网络评论员，这些五毛，他们是最轻柔的一种思想控制，如果你认为中共只有这样一种手段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你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中国有一个裁判文书网，它是一个隶属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下属的网站。这个网站呢是专门发布由中国各个地方这些地方法院所做出来的一些可以公开的判决。在这些判决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和言论相关的治罪。言论治罪，这在中国宪法里边是被禁止的。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如果说其他的补充性的这些法律条款和宪法有抵触的时候呢，都以宪法为准。那么大家想一下，裁判文书网它发布出来那么多用言论对老百姓进行治罪的案例，
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他是不是就承认了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当然了，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啊，但这并不代表说共产党呢要在他的官方的网站上边去承认这个事实啊。他可以通过非常多的手段来掩盖它，他甚至呢就把这些言论治罪相关的判例下发一个政策，因为维持稳定的需要呢，我们暂时不公开它，或者说有5年的保密期，5年之后再公开。好，假设各位朋友们呢，我们暂时当上2分钟的共产党，同志们下边我们开始开会了，我们执行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对于所谓的维持稳定更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嘛。这些判例呢都会激发社会矛盾，只要咱们不公开它，那么老百姓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情，他们的愤恨也就无从而来嘛，那么社会是不是就更加的稳定？但是为什么共产党他要公开它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假设啊，这些的判例它正是共产党想要人民去知道的，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呢，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呢，它就是杀鸡儆猴，他们就是想要宣传这样的惩罚手段，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告诉老百姓，法律是由我共产党来解释的，你们不用去学习，更不用去了解，因为当你们知道的越多之后，你们只会平添烦恼。除此之外，对于很多企图去挑战共产党权威，但是却还够不上判刑标准的这些人，他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中共就采取用各个地方的派出所、公安局的自媒体来进行发布，来进行威吓。有非常多的人因为所谓的辱骂警察而被刑事拘留或者是行政拘留。那么大家想一下，辱骂这个东西它没有可以判定的标准啊，什么样级别的语言叫做辱骂呢？我是说你这个警察长那么丑我都要吐出来了，那这样算不算辱骂呢？当有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是以自己的审美标准来陈述这个警察的长相，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国家的法律来说呢，绝对不可能因为他这句话来给他定罪的，因为他并没有定罪的标准，他并没有参考的标准。但是中共急于去为这些暴力机关来树立权威，他们使用超越法律的方式来对这些人进行治罪。前边这些片段呢，每一桩都记录了中国这些派出所、这些民警们的荒唐办案的经历。他们的习总书记早就在教导他们说，别看今天闹得欢，担心将来拉清单啊！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啊！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3尺有神明啊，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对于这番话，这些地方官员呢，我相信他们没有理解透彻。这些一桩桩的知法犯法，警察作为一个执法者而去故意犯罪的这样的证据，他们就这样怀着沾沾自喜的态度就把它公之于众了。大家想，这得是有多么蠢的人才会这么做？我们就不说中共倒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说当中共遇到执政危机的时候，当民愤起来他压不下去的时候，大家想一下，中共高层他怎么来平民愤？舍卒保帅嘛，对不对？到时候中共中央会给这些所有遭遇了不白之冤的这些人来主持公道，把这些知法犯法的警察呢全部抓起来，并且给他们重判，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暂时的来平息民愤。在中共倒台的这条路上，这种事情它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呢，乌鸦三语呢也奉劝你们这些执法者，你们应该要去维系法律的公正，而不能说是为了一个苟延残喘的一个政党去践踏法律。因为政党的轮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民主国家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走向民主化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政党的轮替它并不需要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也并不需要像共产党所说的用2000万条命来跟他们换。我们老百姓的命可值钱了，我们可不像你们共产党一样什么随随便便就能把自己的命给豁出去。要杀要砍有你们，怕死的不是共产党员，刘胡兰光荣的牺牲了。我们可做不到这点，我们就是一些凡人，对不对？我们乐于在家里边喝着啤酒，喝着咖啡，看着电视直播，用我自己手上的选票来送你们下台。但是呢，乌鸦三语也想对各位警察来说一句啊，无论我们以后这个社会究竟有没有共产党在执政，但是呢，警察这个职业它是永远都需要的呀。就像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谁说换一个政党要把你们警察全部换掉？没这种说法嘛，对吧？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呀，就是要维护法律的权威，而不是维护一个政党的权威。当中共在进行末日狂欢的时候，大家呢只要耐心的安静的看着他们狂欢就好了，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给搭进去。相信呢大家都知道枪口抬高1厘米那个都市传说，虽然说法官呢他确实没有说过枪口抬高1厘米这个话，但是呢这个判例里边所提到的人和事全部都是真实的。在柏林墙倒塌前的1年，一个东德士兵开枪射杀了一个试图翻越围墙的逃往西德自由世界的一个年轻人，在当时他毫无疑问的拥有开枪的权利，并且接受了上级的命令。但是当德国统一之后，他换来的呢是3年半的监禁。
所有有良知的警察们啊，你们要恪尽职守，想想你们当警察时候的誓言，你们就是为了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伸张正义的这份荣誉感，这个才是你们从事这份职业的所有动机嘛。什么要忠诚于党这种说法呢？这完全就是鬼话嘛。本来中国的警察就叫做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不忠诚于人民，反倒去忠诚于党，你们难道不觉得哪里不对吗？什么为人民服务这种鬼话呢，提都不要提，你们自己这么说，你们自己也不信嘛，我们人民那自然是更不信啊。所以呢，要说人话做人事，千万不要去说鬼话去做坏事，那个呢就不对了。其实呢，乌鸦三一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们要忠诚于你们自己那份工资，那份工资啊，可是所有的纳税人用自己的钱来养着你们的。好了，不鬼扯了，我在这里苦口婆心的说一大堆呢，估计也没有几个警察真正的在听，如果有的话呢，也就是网警正在盯着我的那种。不管怎么说吧，也祝大家都快乐。好了，本期节目呢，作为中共思想控制的第一集，乌鸦三一呢给大家分享了最柔和的一种思想控制，那就是通过五毛舆论带风向。等到下一集呢，乌鸦三一和大家来讲一下用一些比较强力的手段，用恐吓的手段来进行思想控制的一些方法，以及产生这些方法的很早的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小白给朋友们准备了4段您可能会喜欢的影片，您可以任选其一继续看下去。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